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 Wisconsin 有一個叫做 Windsor 嘅小鎮，佢坐落喺首府 Madison 北部20公里外嘅地方。呢座人口只有8700幾人嘅小鎮，擁有優美嘅大自然景色，係一個可以令人放鬆心情嘅度假勝地。2021年，Bart 同妻子 Krista 突然離奇失蹤，等警方揾到佢哋嘅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啦。而兇手殺害佢哋嘅目的，竟然只係為咗圓謊，令人髮指。50歲嘅 Bart 係一間會計公司嘅總經理，而53歲嘅 Krista 之前一直都係一位家庭主婦，專心喺屋企度相夫教子，直到班仔女成年之後，佢先至重新投入職場，喺一間汽車公司度做客服人員。佢哋有2個仔，24歲嘅 Mitchell 同埋23歲嘅 Chandler。Mitchell 喺一間科技公司度工作，最近同女朋友訂咗婚，並搬咗出去住。而 Chandler 就啱啱喺 MATC 完成咗大學，並取得 IT 嘅學士學位，目前喺一間保險公司度做實習生。佢仲有一個拍咗拖好多年嘅女朋友 Kat。由於疫情嘅關係， Chandler 只可以 work from home， 所以佢大部分嘅時間都留喺屋企度。但係佢並冇因為咁而滿足，佢對未來仲有好大嘅抱負。呢年春天， Chandler 收到咗一個好消息，佢爭取到 SpaceX 佛州分公司嘅工作機會。一諗到自己有機會可以同 Elon Musk 共事， Chandler 就非常興奮，亦都可以話係夢想成真啦。見到個仔嘅成就，父母都為佢感到驕傲。Chandler 計劃喺6月尾搬到佛州，開始佢夢寐以求嘅新工作。佢已經喺嗰度租咗一棟公寓，買咗車，仲打算同女朋友 Kat 一齊搬過去。一切睇起嚟都喺度往美好嘅方向發展。然而厄運就喺呢個時候揾上咗佢哋一家人。2021年6月，Mitchell 被診斷患上咗1型糖尿病，需要住院接受治療。幾日之後， Chandler 唔小心喺屋企嘅樓梯度碌咗落嚟，造成嚴重嘅腦震盪，雙腳仲有麻痹刺痛嘅感覺。醫生俾佢戴咗頸箍，並叮囑佢要喺屋企度好好休養。喺身體復原之前，唔可以舟車勞頓，亦都唔可以坐飛機。無奈之下， Chandler 唯有向 SpaceX 提出延遲入職嘅要求。7月2號星期五，Bart 同 Krista 都冇去到各自嘅公司返工。佢哋嘅電話冇人接聽，短信亦都冇回覆。兩夫妻都好有責任感，做嘢亦都好有交代。同事都認為佢哋冇可能會無故曠工。Krista 嘅同事兼好朋友 Daniel 非常擔心佢，所以就喺下晝嚟到咗佢嘅屋企度睇下。Daniel 撳咗門鐘，但係就冇得到回應。佢喺窗口度望入去，客廳除咗一個被推跌咗嘅 coffee table 之外，並冇乜嘢唔妥。跟住佢去到咗車房，發現兩夫妻架車仲泊咗喺入邊，講明間屋入邊應該有人。當佢打算去到後門睇下嘅時候，側門突然之間打開咗。Chandler 攬住條毛巾行咗出嚟，並問 Daniel 發生咗乜嘢事。喺 Daniel 表明來意之後， Chandler 同佢講，父母今朝已經出發去到咗佢哋嘅度假屋。兩夫妻喺 White Lake 有一棟度假屋，呢度係一個只有300幾人嘅小村莊，距離佢哋嘅屋企大約3個鐘頭嘅車程。Chandler 仲表示，由於嗰度比較偏僻，手機信號唔好，所以先至冇辦法收到電話同埋信息。不過佢哋幾日之後就會返嚟噶啦。但係 Krista 星期一並冇去到公司返工，星期二都冇，直到7月7號星期三， Krista 依然冇出現。Daniel 知道 Krista 缺席咗同醫生嘅預約，佢覺得件事有啲唔妥，並懷疑 Krista 可能出咗事。於是佢再次嚟到咗 Krista 嘅屋企，並建議 Chandler 即刻報警。跟住 Chandler 就去到咗警局，並通報咗父母失蹤嘅事。佢表示佢最後一次見到父母係喺7月1號晚。當晚父母計劃要喺第2日去到度假屋進行維修工作。當時 Chandler 仲幫手佢哋執行李，佢哋帶咗一啲衣物、維修工具、現金同埋幾支酒。7月2號早晨大約6點15分，Chandler 起身之後，父母就已經出咗門。佢哋冇揸車，而係坐咗朋友架車去到度假屋。不過 Chandler 並唔認識呢位朋友。7月4號
Chandler 收到咗媽媽 send 嚟嘅短信，我哋已經安全到達，呢度嘅信號唔好，而且人好多。今日會去 White Lake 參加遊行，星期一晚或者星期二早晨就會返嚟啦。愛你。自此之後 Chandler 就再冇收到父母嘅消息啦。Mitchell 喺知道父母失蹤之後，即刻就同未婚妻揸車嚟到咗父母嘅度假屋。呢個時候，警方亦都趕到咗現場，並展開咗搜索。警方第一時間就留意到度假屋周圍嘅雜草叢生，喺破門而入之後，入邊一個人都冇，睇起嚟已經好耐冇人嚟過呢度啦。與此同時， Chandler 亦都積極咁走訪咗成個住宅區，請求有安裝閉路電視嘅鄰居睇下影片，有冇影到父母離開嘅影像。當鄰居表示警方已經將影片拎走之後， Chandler 就離開咗。遺憾嘅係呢啲片段並冇影到 Bud 同 Krista 嘅身影，而當日早晨亦都冇任何陌生嘅汽車嚟過佢哋嘅屋企。睇到呢度之後，警方開始懷疑，唔通 Bud 同 Krista 專登避開鄰居嘅監控鏡頭，兜到監控嘅盲點再上車離開。但係佢哋咁做嘅目的又係乜嘢？抑或佢哋其實根本就冇離開過間屋？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咁 Chandler 就非常可疑啦。於是警方揾嚟咗 Chandler 嘅女朋友 Kat 問話。Kat 表示佢知道 Chandler 嘅父母喺7月2號去咗度假屋，而屋企只係剩低 Chandler 一個人。考慮到男朋友受咗傷，情緒有啲低落，佢唔想 Chandler 一個人喺屋企度亂咁諗嘢，所以就提議過幾日同 Chandler 一齊去佢父母嘅農場度度假。農場好大，嗰度仲有一個泳池，喺炎熱嘅夏天游水一定可以放鬆心情，仲可能對 Chandler 嘅病情有幫助。Chandler 答應咗。之後 Kat 又提議佢打算喺7月2號收工之後就去到男朋友嘅屋企煮飯，享受久違嘅二人世界。呢個時候 Chandler 表示自己啱啱喺同愛犬玩波嘅時候唔小心打爛咗壁爐嘅玻璃，佢喺清理玻璃碎片嘅時候界傷咗隻腳，雖然傷勢冇乜嘢大礙，不過腳底嘅血就滴到成地都係，所以佢就麻煩 Kat 夜晚過嚟嘅時候順便幫佢買地拖同埋雙氧水等清潔用品。食完晚飯之後 Kat 打算留喺呢度過夜，但係 Chandler 就以要清潔間屋為理由拒絕咗 Kat。當時 Kat 感到莫名其妙，之前 Bud 同 Krista 喺屋企嘅時候佢亦都經常留喺呢度過夜，而家屋企只係剩低 Chandler 一個人，佢竟然唔俾佢留喺呢度，唔通之前有關 Chandler 偷食嘅傳言都係真嘅？7月3號 Chandler 同 Kat 都各自安排咗自己嘅行程，所以佢哋呢一日並冇見面。不過佢哋都仲係有用 Snapchat 傾偈。喺傾偈嘅過程中 Chandler 突然消失，冇再回覆 Kat 嘅訊息。呢個時候 Kat 開始對 Chandler 起咗疑心，所以佢就打開咗 Snapchat 嘅位置共享。呢個功能可以見到目前傾偈對象所處嘅位置。詭異嘅係 Chandler 當前嘅位置竟然係喺 Wisconsin 河邊嘅草叢入邊。當時 Kat 仲以為係 GPS 出咗錯，不過佢都係順手將位置 cap 咗圖。7月4號 Chandler 同 Kat 按照之前嘅約定一齊嚟到咗 Kat 父母嘅農場。期間 Chandler 喺泳池度游咗幾圈，佢仲表示游水之後佢雙腳麻木刺痛嘅感覺減輕咗。7月5號 Chandler 獨自嚟到咗 Kat 父母嘅農場，佢表示醫生話佢嘅傷勢可能需要更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復原，而 SpaceX 亦都冇辦法再延遲佢嘅入職時間，所以就取消咗佢嘅 offer， 亦即係話佢失咗業。Kat 嘅父母聽咗之後即刻安慰佢，並表示佢哋可以幫佢揾過一份新工。Chandler 就表示自己而家嘅情緒好低落，想要去泳池度放鬆下。Kat 嘅父母同意咗。1個鐘頭之後 Kat 嘅父母去泳池睇下 Chandler 嘅狀況，但係 Chandler 就冇喺泳池度。由於擔心 Chandler 會諗唔開，所以佢哋即刻喺農場附近揾 Chandler。冇幾耐之後，佢哋喺一處茂盛嘅樹林旁邊發現咗 Chandler 架車，車尾箱仲開住。呢個時候 Chandler 喺樹林度行咗出嚟，佢身上嘅衣物都係乾噶，睇起嚟根本就冇去到泳池游水。
而對於 Kat 父母嘅詢問，Chandler 亦都十問九唔應，表現非常奇怪。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即刻去到咗 Kat 父母嘅農場，喺樹林度進行搜索，並喺入邊發現咗Bud嘅軀幹部分。從Bud背脊嘅傷口判斷，Bud係俾人喺後邊開槍擊斃噶。跟住，警方喺附近發現咗一個垃圾桶，入邊有一塊染血嘅帆布。另外，附近嘅汽油桶入邊亦都有一把染血嘅手鋸同埋剪刀。經過檢測之後，證實上邊嘅血跡係屬於Bud同埋 Krista 噶，亦即係話 Krista 好有可能已經遇害啦。但係佢嘅遺體到底喺邊度？呢個時候，警方諗到咗 Kat 嘅 Snapchat 位置 cap 圖，於是佢哋帶住警犬嚟到咗 Wisconsin 河邊嘅草叢，並喺呢度發現咗 Krista 嘅雙腳。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喺 Kat 父母農場嘅工具棚度發現咗兇器，一支 SKS 步槍。呢支槍係 Chandler 一位曾經做過軍人嘅朋友送俾佢嘅禮物，於是 Chandler 馬上被逮捕。之後，警方喺 Chandler 間屋度揾到咗 Krista 嘅手機，手機被錫紙包住，收埋喺一隻鞋入邊。好明顯 ，Krista 報平安嘅短信係 Chandler 用媽媽嘅手機 send 俾自己噶。跟住，鑑證人員對地下室做咗盧米諾測試，並發現咗大量被清洗過嘅血跡。另外，佢哋亦都喺客廳嘅壁爐入邊發現咗超過200片嘅人骨碎片。除此之外，Chandler 嘅手機搜尋記錄顯示，佢喺7月8號早晨，亦即係佢被逮捕之前，曾經上網搜尋過 Wisconsin River 同埋發現碎屍等關鍵字。由於當時警方仲未對外公開發現遺體嘅消息，所以自然冇揾到相關嘅新聞。不過咁亦都證明咗佢作賊心虛。另外，附近超市嘅監控亦都影到 Chandler 喺7月2號喺超市度買咗一塊帆布同埋一啲冰，而呢塊帆布同喺棄屍地點發現嘅帆布非常相似。喺審訊室， Chandler 依然否認自己殺咗父母，所以警方亦都冇辦法從佢嘅口中得知佢嘅作案動機。不過喺經過深入調查之後，警方推斷出最有可能嘅作案動機。Chandler 殘忍咁殺害父母，目的只係為咗圓謊。原來 Chandler 並唔係大家眼中嗰個前途一片光明嘅年輕人。呢幾年，大家一直都活喺佢編織嘅謊言之下。事實上， Chandler 並冇被 SpaceX 聘請，亦都冇喺保險公司度做實習生。佢甚至連大學都冇畢業。喺呢幾年時間入邊，佢每日都將自己鎖喺間房度，話係忙功課、忙工作，實際上係每日都喺度打機。為咗唔引起大家嘅懷疑，佢仲註冊咗一大堆假嘅電郵賬號，偽裝成學院或者係公司嘅職員，send 俾自己一系列假嘅工作內容電郵，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大忙人。不過紙始終都係包唔住火，爸爸最終都係揭穿咗 Chandler 嘅大話。由於 Chandler 一直都冇拎到畢業證書，Bud開始起咗疑心，所以佢喺7月1號打電話俾學院了解情況。萬萬估唔到，學院就同佢講咗一個晴天霹靂嘅消息， Chandler 並冇完成學業，實際上佢只係讀咗一個學期就退咗學。根據警方嘅講法，Bud之後約咗 Chandler 喺學院見面。Bud嘅電話記錄亦都顯示，佢喺下晝2點 send 咗一封短信俾 Chandler， 我準備好啦，你隨時過嚟。幾個鐘頭之後，Bud嘅電話就熄咗機。警方推斷 Chandler 同 Bud 喺屋企度發生咗爭執，之後 Chandler 向爸爸嘅背脊開槍。等到媽媽收工返屋企之後， Chandler 又對媽媽落手，跟住 Chandler 將父母肢解掉入壁爐入邊燒毀。但係由於壁爐嘅溫度唔夠高，父母嘅遺體並唔可以被完全燒毀，所以佢決定將剩低嘅殘骸抌喺樹林入邊。2022年1月，本案正式開審。Chandler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一開庭，控方就集中火力攻擊 Chandler。佢哋傳召咗包括 Mitchell 同埋 Kat 在內嘅多位證人，並喺庭上呈上咗一系列嘅證據。至於辯方， Chandler 並冇選擇出庭作供，亦都冇傳召任何證人。面對控方充分嘅證據，
辯方律師只能夠垂死掙扎，不斷咁提出疑點，希望陪審團可以考慮案件嘅其他可能性，或者Bud同 Krista 係意外死亡嘅呢？不過陪審團對於辯方嘅講法不為所動，佢哋只係用咗2個鐘就做出咗裁決。最終 Chandler 被控1級謀殺、肢解遺體同埋提供虛假信息等8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